为什么青楼女子不敢私自逃走，而是要赎身才能走呢？第一，在古代，既然做了妓女，那就证明你已经是走投无路了，实在没有其他的生活来源了。假如还有其他活路，哪个女孩子愿意去做妓女呢？就算从妓院逃出去，她们能干什么？会干什么呢？留在青楼，最起码能够吃饱穿暖，而离开青楼，等待他们的或许就是沦为乞丐，或者饿死，再或者说，他们逃出去再遇到人贩子，或者是穷凶极恶之人，那下场会更加悲惨。第二，古代的妓女大致有两种，高级的和低级的。先来说高级妓女，比如宋徽宗经常光顾的李师师，再比如金陵八艳，她们的名气都很大，是妓院的招牌，在妓院也有明显的地位，行动上大致也是自由的。那些有钱的风流人物，往往也是冲着他们来光顾妓院的，所以老鸨们也要看他们的脸色，不敢随意的命令他们去接客。所以这些高级妓女也没有逃跑的必要啊，因为他们在妓院也是锦衣玉食，有着相应的尊重和地位。而另一种低级妓女，境遇就非常惨了，因为他们家贫，走投无路，误入娼门，他们没有文化，也没有才艺，只能一辈子依靠卖身来养活自己。他们在妓院可以说是没有自由的，老鸨手下的保镖打手们会时刻看着他们，一旦逃跑被抓回来，那结果是相当的惨，所以他们也不敢逃跑。第三，在古代，妓院里的妓女都是有从业资格证的，这就相当于他们的身份证了。进了妓院，首先要和妓院签订一种契约，就类似于现在的合同或者协议。签了合同之后，你就是妓院的一员了，也就是这里老鸨的私有财产。假如有人为这个妓女赎身，老鸨收了钱之后，到官府名单上把妓女除名，你才能真正的获得自由。妓女私下逃走基本是不可能的，古代没有飞机火车，青楼女子就算逃出去也走不远。加上中国古代的社会属于宗亲氏族聚居，具有封闭性和排外性，随便一个外人进入某个村庄，会引起人们的注目，无处可藏的，更何况能够开得起妓院的，一定和当地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想逃没那么容易。第四，留在青楼，其实也是有机会改写人生的。在青楼，小女孩子们被教以琴棋书画等，从此她们的人生目标就是争夺花魁，一举成名。一旦能够争得花魁之后，有些人会一掷千金，把这些女子买走为妾。虽然妾室地位低下，但是人生也算是有了依靠。如果她们自行逃走，那接下来的人生就充满了未知数。所以古代的很多青楼女孩子是没有逃走的勇气的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